战火纷飞的南宋时期，山河破碎，金兵肆虐，中原大地深陷水深火热。就在这片满是疮痍的土地上，一位传奇英雄横空出世，他就是来自山东义都的豪杰杨二。金太和年间，金朝妄图南下侵宋，大肆征兵。杨二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推翻金朝残暴统治的绝佳时机。他振臂一呼，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当地饱受压迫的百姓纷纷响应，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一支反抗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金朝统治者见状，妄图以官职来招安杨二，先封他为刺史，后又提拔为防御使。然而杨二志在驱逐金兵、恢复山河，岂会被区区官职所诱惑？他心中的抗金火种始终熊熊燃烧。大安3年，蒙古铁骑如汹涌的潮水般南下，直逼金都、中都、今北京、山东、河北等地，也惨遭战火蹂躏。金廷无奈之下，任命杨二为副统，命他率军抵御蒙古军队。但杨二深知金朝已腐朽透顶，气数将尽，怎会为其卖命？他暗中联络亲信，隶属女真人的累累罪行，众人义愤填膺。于是杨二果断率众返回山东，再次举起抗金大旗。那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向金朝统治者宣告不屈的抗争。杨二重返山东后，凭借卓越的领导才能与非凡的号召力，迅速组建起一支规模浩大的起义军。为了彰显推翻金朝统治的决心，起义军全体身着红色短袄。原来金朝按五行属金，而红色代表火，寓意着红袄军以火克金，定要将金朝的腐朽统治彻底烧毁。在杨二的带领下，红袄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到之处，百姓纷纷响应。他们攻城略地，短短时间内，山东半岛的大片区域便纳入掌控。杨二广纳贤才，任命展辉、王敏为军师，母舅刘全为元帅，集军力王林、严通、董友、张正中、孙武正等各路豪杰纷纷率众归附。登州刺史耿格也深受感染，打开城门迎接红袄军，并拿出府库中的钱财犒劳义军。此时的杨二顺应民心，自立为王，建立国号大旗，改元天顺。一时间，红袄军声名远扬，军威震慑四方，成为金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令其如芒在背，寝食难安。杨二与红袄军的崛起，让金朝统治者惊恐万分。金廷急忙派出大将蒲散安真，率领精锐部队前来镇压。蒲散安真出身名门，家族世代为将，他自幼熟读兵书，深谙兵法谋略，所率金军以骑兵为主力，战斗力极为强悍，犹如一把锋利的利刃，令人胆寒。尽管红袄军人数众多，但大多是刚刚放下锄头的百姓，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与实战经验。在昌邑东的一场激战中，金军骑兵如狂风暴雨般反复冲击红袄军阵营。红袄军虽奋勇抵抗，却因缺乏战斗经验，阵脚大乱，损失惨重。杨二手下将领徐汝贤率先溃败，蒲散安真乘胜追击。紧接着，在新河之战中，杨二另一员将领吉七率众迎敌，却被金将蒲散刘家率领骑兵包抄后路，陷入绝境，最终兵败身亡。蒲散安真一路高歌猛进，直逼莱州城下。杨二的将领史颇利出城迎战，却不幸失利，只得退回城中与徐汝贤一同坚守。蒲散安真深知莱州城易守难攻，强攻只会徒增伤亡，于是心生一计，派在莱州俘虏的曹全、张德、田贵等人诈降于徐汝贤，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之下，莱州城很快被攻破，徐汝贤等一众红袄军将领惨遭杀害。面对来势汹汹、诡计多端的金兵，红袄军由于组织松散，缺乏战斗经验，防线节节败退。耿格、史颇利等人无奈投降，方国三等人英勇就义，红袄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仿佛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前途一片渺茫。即便身处绝境，杨安儿心中的抗金信念依然坚如磐石。他得知辽东契丹人耶律刘哥也在反抗金朝统治，便试图与之联系，共同携手壮大抗金力量。然而，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至极的玩笑。蒲散安真的探子得知了杨安儿的计划，在杨安儿刚一上船准备前去联络耶律刘哥时，便将其擒获斩首。这一精心策划的联合抗金计划瞬间化为泡影。遭受此重创后，杨安儿与部将急正乘船，打算前往巨鱼山（今山东栖霞东北），以图东山再起。但命运似乎还不肯放过这位英雄。船上的周人屈成早已被金兵重金收买。船行至半途，屈成趁杨安儿不备，突然出手，将其击落水中。一代枭雄杨安儿就这样意外地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壮志为仇深先死，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他的离去，如同一颗璀璨星辰的坠落，让抗金的天空瞬间暗淡了许多。杨安儿虽然壮烈牺牲，但红袄军的抗争之火并未熄灭。他的妹妹杨妙珍，号四娘子，同样英勇无畏，果敢剽悍，尤其擅长骑射。在兄长牺牲的巨大悲痛面前，杨妙珍没有丝毫退缩，毅然决然地接过了抗金的大旗，带领红袄军余部继续战斗。后来，杨妙珍与李全结为夫妻，两支队伍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在南北势力之间纵横捭阖的强大私人武装。他们继续在战场上与金兵浴血奋战，给予金兵沉重打击，让红袄军的威名得以延续。他们的抗争精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杨安儿虽然壮烈牺牲，但红袄军的抗争之火并未熄灭。他的妹妹杨妙珍，号四娘子，同样英勇无畏，果敢剽悍，尤其擅长骑射。在兄长牺牲的巨大悲痛面前，杨妙珍没有丝毫退缩，毅然决然地接过了抗金的大旗，带领红袄军余部继续战斗。后来，杨妙珍与李全结为夫妻，两支队伍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在南北势力之间纵横捭阖的强大私人武装。他们继续在战场上与金兵浴血奋战，给予金兵沉重打击，让红袄军的威名得以延续。他们的抗争精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一直到秦2世2年9月，这项梁被杀，中间多长时间呢？7个月时间，他就已经升迁为了主将的外围警卫干部。那等到项梁死了以后呢，韩信又归到了项羽的麾下，那项羽就提拔他担任了郎中，这也是真正的警卫干部序列，属于是项羽的亲近师兄，所以他这时候地位已经不低了。毕竟你加上韩信在项梁手下的这个时间，他跟着这个项家人的这个创业的时间也就1年嘛，这个1年时间就顶了刘邦的连金3年的奋斗。你说这项羽怎么着也不算对不起韩信，对不对？可问题是啊，韩信对项羽的批评，他从来都不是说的官爵，而是说的什么？是爵和义，爵义。韩信曾经评价项羽说，有人立功应该封爵的。这个项羽啊，把印把子上面这个字啊都磨没了，也舍不得给人家。因此呢，在韩信答复项羽拉拢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说我呀，在项王的麾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知己，言不听，话不用，所以我才弃楚归汉。很多人解释说，是从言听计从的君臣之欲来入手，就是你得听我说话嘛，对吧？谏言献策你得听。但实际上，韩信说这段话里边真正着重的制度上的东西是什么？是前面官不过郎中，位不过知己。在项羽看来，韩信这个尤氏做了火箭，升官成了自己的近臣亲信，已经算是不错了。可在韩信看来呢，
自己面对秦末乱世的阶层跨越的良机，不能建功立业、裂土封侯，就已经是亏了。那再赶上言不听、计不用，那怎么立功呢？不立功又怎么升爵呢？所以韩信到这个时候就不如去换个公司碰碰运气。韩信弃蜀归汉，这个时机啊，很快就到了。就在诸侯大军入关，项羽分封18路诸侯王之后，刘邦入蜀的路上，韩信逃离了楚军。可惜啊，这个韩信到了刘邦的麾下以后，也一样是没有知于王，他只担任了一个职位，叫什么？叫连敖。而且呢，还因为犯法连坐，给送上了刑场。他一起的这13个人啊，都是被连坐的啊，一个一个的挨个砍头。快砍到他在这时候，他呢仰视，就是抬头啊，看见了刘邦的一个好哥们儿叫夏侯婴，就大喊了一声：“汉王不想得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那夏侯婴就对他这话就感到很惊奇啊。奇是因为说这个话奇，然后接下来说，这人相貌不错，然后就把他给放下来了。这个逻辑啊，说起来是很奇怪的，对不对？但问题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条件下，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因为普遍的贫困状态下，咱们这些老百姓他的这个营养是跟不上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所谓的那种叫什么相貌甚伟啊，这是很难长出来。而这边那个韩信就个子很高很壮，所以他也是可以从外貌上看出来的。那么夏侯婴当时就把他救下来，救完了之后啊，这里边就跟他去聊了半天，愈发的奇啊，就是这个人说话谈吐非常厉害。他为什么会奇啊？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因为刘邦刚刚被立为汉王，他呢是带着坛坛罐罐啊，就进四川的这个过程之中啊，而且呢还听了张良的建议，就把来的时候这个栈道一把火给烧了。烧起来容易，真的去架起来可就难了，都是要拿那个锯木啊，在山崖上面的话打孔，然后一个个这么架起来的，这是非常大的工程。当时跟随刘邦入川的这群诸将，这群人呢是项羽所派出跟随刘邦的3万客卒。这些人他们的出身也是山东人，这山是什么山？是太行山啊。就这些人他都不是关中的，也不是四川的，他们都是外地来的。因为想家啊，这些人就一路路跑了，开始恐慌性的跑，这是一下子跑了几十个了。这个是史书上记载很清楚的。汉元年4月份，诸侯罢兵，刘邦入蜀。当年5月份，就用韩信之计从故道回兵，袭取关中。那么韩信这样的投奔过来的人，他呢实际上是在考察期的预备干部，他是进不了汉军的这个信任序列的，因为你毕竟是跑过来的嘛，那总得观察一下，对吧？你谁知道是不是间谍啊？咱们刚才讲，一把火把这个栈道烧了，他一方面是向项羽表示你可以放心啊，我不想回去，另一方面也是对内部忠诚度的一次考核。就是刘邦拿着这个计策考察一下自己部下的这些军官将领到底对自己的忠诚度有多少。那么夏侯婴他作为刘邦的好哥们儿亲信，他是知道刘邦干这个事儿那是为了骗项羽的，这是最高机密，汉军的最高机密。而韩信这个时候呢喊破了，说什么？说你不是想什么争天下吗？这等于是说他一句话就喊破了汉军的最高机密。所以呢，韩信在刑场上主动喊话夏侯婴，其实是什么？是拿自己的脑袋来换机会，想要换一个身份。这夏侯婴呢一看，哎呦呵，这不错啊，主动的啊，那就接招了。韩信是从无名小卒到刘邦手下一跃成为大将军，他是一段千古佳话呀，是刘邦的识人才、重人才的表现。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到了南郑呢，这一群刘邦手下的诸将已经跑了几十个了，
这韩信呢就琢磨着，萧何啊应该早就推荐自己给刘邦了，但是刘邦就是看不上自己，所以怎么办呢？哎，那就跑吧，我也收拾收拾包袱跑路。这个萧何一听说他跑了，就直接去追韩信去了。萧何月下追韩信啊，追韩信是真的，是不是月下这咱不知道，因为这个追了好几天之后，他才回到了南郑，然后向刘邦去汇报。刘邦没把韩信当回事儿，韩信也觉得刘邦没把自己当回事儿。那么萧何呢，却主动去追回韩信，追回以后呢，还力荐韩信去当大将，而且啊，这个韩信还是没有任何战功经验，他就算是跟这几位啊夏侯婴啊、萧何啊谈得很开心。那么萧何怎么就能够这么草率的把这个汉军的指挥权给他呢？是不是太过仓促，太过这个儿戏了？哎，实际上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君臣之遇的传奇故事之外，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担任的这个连敖职务呢，其实啊也是一个楚国制度下的官职。他是干嘛的呢？是管理100个人左右的后勤军官。他呢，职级啊，由这个连敖到治粟都尉，是由500-600担升到了2000担官，就是从今天的县处级的后勤军官提升到省部级的后勤军官。那韩信他实实在在已经实现了身份跃迁，那为什么他还是不满意呢？这里边就有一些原因了。刘邦到了汉国的首都南郑之后，立刻呢对军事组织进行了重编，原本军中有限的将军、都尉们都被大量的提拔。韩信担任的治粟都尉，在汉军诸将里边啊，他的相对地位一下就掉下去了。等到了南郑，汉国建立，这个考察期才算结束，剩余的克兵克将的处理就成了汉政权的新课题。所以呢，萧何才会主动的和韩信接触，一方面是发现人才，另一方面也是要树立标杆。所以呢，在萧何和韩信谈完之后，这个萧何是相当赏识他。萧何力劝刘邦必须要拜韩信为大将，而且呢，要求形式感非常足，你要怎么登坛拜将？这个与其说是对于韩信本人的这个尊重，那不如说实际上是我要搞一个活动啊，大型团建，然后呢，对所有新纳入这个麾下的这个客族，咱们说亲信公司的新员工啊，都要有一个激励。这个实际上和刘邦日后啊先锋拥齿去担当列侯，然后安其他功臣之心是异曲同工的。那韩信拜为大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叫义军结京。在这之后，才有了韩信和刘邦的第一次长谈的记录。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在拜为大将之前，夏侯婴推荐了一次，萧何已经推荐了一次，两个人推荐完了之后，刘邦都没有跟他有过一次长谈，而直到了他被拜为大将之后，才有了这么一次谈话。那么这次谈话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说他由这个能够去当上这个位置，而是说你这个位置能不能当下去。这个组织谈话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呢，里边的信息量是非常的大的，很值得我们去详细的琢磨。韩信先问刘邦：“你认为在勇、悍、仁、强啊，勇是勇敢，悍勇啊，其实是类似的，仁义，强是强横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什么？是一个概括，就是说你在各方面的能力，哪个能赶得上项羽？你能比吗？注意啊，它不是一般说法里边说项羽霸王之勇只有勇啊，妇人之仁只有仁啊，它里边强调的是什么？是综合能力。
各方面都有。那刘邦自己沉默良久，最后回答说：“不如，我哪方面都不如他。”那后面韩信去描述项羽的为人，也很明显的强调的不是勇，是什么？是仁。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刘邦跟项羽两个人约为兄弟啊，他不是生人，他们俩是有个近距离接触的，所以他知道互相之间为人是什么样。那韩信在这跟他说，哎，我们先强调的不是他一个人能砍多少个啊，我们谈的是人。项羽选贤任能与否，他只是个主观判断。可问题是，项羽对人恭敬慈爱，他是一个什么样呢？是韩信自己用眼睛，刘邦用眼睛能够看到的事实，就是他们两个都享受过项羽的这种殷殷关怀吧。那么项羽他的这个人缺陷是什么呢？韩信就告诉你，你虽然整体上不如他，但是他这里边是有缺陷的。具体来说2条，第一条是吝惜爵位，第二条是以亲爱王。这爵位的事咱们前面已经说了，不过没有补充的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是爵位，它不是吝啬和抠门，而是因为项羽守规矩重军法。那你这个规矩和军法你再是正确，手底下人都跑了，你这组织也就瓦解了。这个呢，其实也就是韩信、陈平等人反复告诫刘邦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项羽这个人啊，他太坚持身份制社会下的秩序，而不考虑什么呢？不考虑士的基本诉求。这归根结底，他就和秦始皇还有秦二世是一样的，就没有把这些出身卑微的士他们的需求放在眼里头。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命门。第二个命门是什么呢？是立亲爱为王，也就是重感情啊，以诸将为王，而且呢非常重视一起灭秦的这个战功。这些事分开来看都是好事，对吧？这个人又重感情，又重战功啊，又重赏罚，那你看他这不都是好事吗？所以啊，这个项羽的作为就很难被挑剔。那刘邦自己也承认，他自愧不如是很正常的。可问题是，如果把立亲爱王里边这个事儿和前面的法度森严放在一起，这项羽的这个作为就非常有意思了。他一方面要维护身份制社会的统治秩序，就是要保持着这种血统贵族和军功贵族他们两个之间力量要均衡。然后另一方面呢，哎，你又在顶级贵族的这个圈子里边去掺沙子，你想往里边塞自己人，就是刚才说的亲爱王嘛，把自己的这些熟人、兄弟、朋友全都会立为王，然后呢，让他们去当这个顶级的贵族，哎，跟人家原来老牌贵族混在一起。而且呢，他还想要靠着这一群人跟他关系很近的这一部分人，让整个新的社会秩序是围着自己转的，因为他是中心嘛，他是西楚霸王嘛。萧何就一家老小都跟着刘邦造反，等到立国之后啊，光是得到封邑的亲属子弟就有10几个，这个叫什么？叫以客从。大家这么乌合之众凑起来，才有了刘邦为核心的几千到1万人的直属军队。这部分人呢，就是整个汉军的内核。在这个基础上，刘邦又用他的官职和威望来吸收了一群旧将和将军，也就是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将军级别的同盟者，他们各自领着兵凑在一起，这个就构成了刘邦在霸上的10万大军。所以啊，在项羽分封诸侯之后，这10万兵呢就一下子散了，只有几万人跟着刘邦一起南下入蜀，其他的同盟者呀就各奔东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刘邦自己这个集团老板往下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县一级的刀比利，他们对于组织的想象力呢，顶多也就是一个县，带兵就是几千人。所以当他这群人去面对真正的国与国的战争的时候，
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应对，他们也建立不了真正正规化的军队。所以呢，淮阴侯韩信和韩王信在汉中表现出对刘邦的投效意愿之后，刘邦的反应就相当的积极，因为他们这种手艺啊，在只会照本宣科的县吏们的眼里头，那是无比强大的知识力量。而刘邦他们呢，也看到了自己的组织可以改造升级的曙光。不过啊，这个事儿要两面说。对于一群基层官吏出身的将相来说，知识这个东西，它只是工具，而且永远都是工具。你真让韩信去统领汉军，把天下打下来了，他们这个面子上是受不了的。所以啊，在1年多的时间里边，韩信这个上将军也只能在后方去练练兵，搞搞后勤。真正在前线披坚执锐打天下，还得是已经有了战功的刘邦的老兄弟。那么这个局面是什么时候打破的？就是在彭城之战。刘邦亲率56万诸侯大军攻下了西楚的都城彭城，结果呢，50多万大军被项羽的3万人，很可能就是3万步兵打得一路溃败。为了逃避追击，刘邦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女儿都想踹下车去，可谓是狼狈不堪。在脱险之后，他所亲自组织的几道防线也都挡不住项羽的追击，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南线的颍川战场要靠韩王信去支撑，来挡住项羽的追击；北线的荥阳战场则要靠淮阴侯韩信的救援。很明显啊，面对项羽的专业军队，刘邦的这个草台班子他是彻底的力不从心了，所以他只好自己亲自顶在荥阳前线，让韩信去攻打黄河以北的诸侯国。那自此以后，才是韩信的表演时间。汉2年8月，韩信率领曹参、灌婴分统步骑兵去攻打西魏王魏豹。9月份，也就是1个月之后，就俘虏了魏豹和他的家眷，送抵荥阳。韩信此时请兵3万，攻打燕、赵、齐3国。刘邦呢，派出了张耳领兵支援。后9月，注意啊，实际上这就是闰9月。韩信呢，在燕虞擒代国相夏月。紧接着，汉国在西魏代国故地设置了河东、太原、上党3郡。到10月，也就是1个月之后，韩信和张耳出井陉口，背水一战，斩杀陈馀，获赵王歇。非常有意思的是啊，在韩信破魏代之后，刘邦呢就抽调他部下的精兵到荥阳去参战。10月再去攻打赵国，跟着张耳一起过来的3万兵，不到1个月又被刘邦给抽走了一部分。那剩下的应该就是一些老弱残兵，等于啊，刘邦又让韩信来了一次荆索之战。那刘邦在干什么呢？实际上是在人为的调高游戏难度，就是非要把韩信在河北的战争给搞成地狱级难度不可。结果啊，汉3年10月，赵军号称20万，就被韩信和张耳的这几万老弱残兵给推了。那战后呢，将军们就问韩信说：“这背水列阵，我们就没见兵法里边有写呀，你咋就能打赢了呢？”韩信的回复啊很尖锐，他说啊，这就在兵法里边，只不过你们不知道罢了。这个话呀，其实挺难听的，就是书就在那儿搁着，你们都读不懂，啊，你这水平不够。韩信自己知道，平时我对下属的这些将领啊，诸将的怀柔很少，咱们的私人关系几近于无，我的指挥权全靠着汉王刘邦转授，所以啊，这就和驱赶老百姓直接上战场没啥区别。
那韩信对内搞了这么一个诈谋，现在呢，这个自己人上了这个当，所以才在背水之战时候爆发出了他们疯狂的战斗力，等于是用计策去逼迫部下拼死一搏。虽然说刘邦留下的这个兵马确实是挺弱的，可你韩信把这么一群跟着老板创业的老将比喻成驱世人而战之，听到人家耳朵里头是相当刺耳的，等于是指着众将的鼻子说，我不是针对谁啊，在座的都是垃圾。这么说完了，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你听啊，心服还是口服啊？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就表明了，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口服。到了汉3年6月份，面对已经临近荥阳、驻扎在河内修武县的韩信、张耳的部队，刘邦呢，竟然迫不及待地干了一件事儿。他假扮成使者，只带着夏侯婴驾车，就趁着韩信和张耳还没起床的功夫啊，直接进入到这俩人的卧室，把大印和兵符都偷走了。然后呢，召集诸将，变更了他们的职务。等到韩信和张耳起床，才知道，哎呦，汉王来了，而且还是孤身来到的。从过程来看，那刘邦趁着韩信、张耳还没起床的时候，就闯进了他们的卧室，却没有惊醒对方，说明韩信和张耳的警卫部队在刘邦面前呢，干脆就是形同虚设了。这也是刘邦采取这一个方式的底气。可他要夺取韩信的军队呢，竟然还需要印和符，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他是汉军的最高统帅啊。这韩信的部将又有好几个都是日后被他封侯的功臣，那刘邦自己上那儿刷脸不就行了吗？对吧？他拿一个诏书不行吗？这无疑就说明了，这8个月的时间，韩信和张耳对于部队已经能够掌握，而且相当稳固了。他的军令已经高于汉王的王命了，所以刘邦呢，只能通过假传圣旨、假传军令的方式来去调整这个职务，让听命于自己的汉将来掌握兵马。等到项羽死了以后，刘邦呢又表演了一次阵前夺军，他的车驾直入当时在定陶的韩信军营，又一次袭夺了韩信的大军。同一个配方3次奏效，如果再加上后来汉高祖伪游云梦诱捕韩信，那等于是韩信这家伙在一个坑里边摔倒了4次，是不是有点可笑呢？韩信3番4次被刘邦孤身夺军，除了表明他不想反叛以外，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缺陷，无法治疗，是什么呢？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自始至终，这个人就没有掌握过自己部下的诸将。可能最接近于拥有自己兵权的时候啊，就是他和张耳、陈豨合作去攻打赵地和代国的9个月时间。那参与井陉之战的几万士兵，长期是在他麾下。这个用持续的胜利来喂养，他有了那么一点点自立的曙光。可哪怕是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他身边的警卫部队也会站在刘邦一边，让刘邦自由地出入他的卧室。这也就是刘邦想要的是他的印和符。如果是真的想要他的脑袋，那好像他也没有什么难度啊。真正的问题啊，是经历过修武夺军之后，韩信为什么还会这么幼稚，让刘邦一而再再而三的故技重施呢？在汉4年的2月，韩信的使者曾经带着他的书信到了荥阳，希望刘邦能够封他为假齐王，也就是代理齐王。那刘邦当时大怒，说：“哥们儿，我被困在这儿，盼着你来救我来，
现在倒好，你自立为王了。那刘邦甚至想要出兵去攻打韩信，是张良和陈平俩人偷偷的踩刘邦的脚，悄悄的跟他说：“你现在形势不利啊，你能拦得住他称王吗？你把他惹急了，就真翻脸了。”刘邦当时一下子就醒悟了，赶紧改口说：“大丈夫定诸侯，就该做真王，那当什么假王啊？”就派出了张良，带着印喜去封韩信为真齐王，同时催促他出兵攻打项羽。那这个故事大家其实都很熟，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刘邦在这之前的汉2年11月已经封韩王信为韩王，汉4年11月立了张耳为赵王，那凭啥就不能给韩信这么大功劳的一个哥们儿一个假齐王呢？他为什么要生气呢？原因很简单，这俩人呢，本来就是刘邦的同盟者，不是下属。而对于韩信这个下属，他想要分家单干，那刘邦可真就舍不得了。要知道啊，韩信等于是拿了刘邦几万老弱残兵的天使投资，还给他一个魏国、一个赵国、一个齐国、一个燕国，那加起来已经占天下的一半了。最后人家只要一个齐国的代理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交易啊，刘邦都是占大便宜了。这就谈到职场了，熟悉职场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刘邦的心态，那就是越是底层逆袭的成功者，他对于比自己强的专业人士总会感到恐惧和自卑。在能够通过权术来操纵这种人的时候，他的心态啊，往往是畏恶其能，就是又害怕又厌恶。尤其是当对方希望能够以一种平等交易的姿态来衡量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他们往往会恨得咬牙切齿。说的直白一点，这类人呢，他的世界观里边，往上看都是屁股，向下看都是笑脸。他所有的机会都是靠着拿尊严来换的。在刘邦看起来，自己给了韩信这个穷小子施展才华的机会，让你能够名扬天下，你就应该感恩戴德，等着自己来赐予。就像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边啊，周润发那台词：“我没给你的，你不能抢。”那在这种关系之下，平等和交易都是刘邦至为厌恶的存在，他就不喜欢这个态度。这种心态啊，恰恰是身份社会下下层人士的心理作祟。真正的王侯将相，他是不介意和士来做交易的。在战国时代，君臣之间是遵循的有道，什么意思？就是大家是朋友关系，合则来，不合则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通。这种伦理逻辑，在招呼大将如同吆喝小儿一样的刘邦的眼里头，那根本啥也不是。就算是我待你无礼，往你帽子里撒尿，你为了封地和爵赏，是不是也要向我献媚？而我能够这么肆无忌惮地对待你的原因是，天下是我一刀一枪打下来的，你敢不服吗？有本事你也打一个。问题是啊，在面对韩信的时候，刚才刘邦的这个反问他提不出来，所以刘邦本身对于韩信是非常恐惧的，他的最终极的武力自信在韩信的面前是撑不起来的。你想想，刘邦面对项羽都没有信心，何况是能够随便击败项羽的韩信呢？所以刘邦千方百计的想要控制韩信，困住他，不给他施展才华的舞台还有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韩信去约束一二，这样呢能够给刘邦脆弱的自尊心一点一点的保障。害怕真的和韩信站在对立面，自己打不过韩信。可韩信呢，他的脑回路和刘邦根本就不一样，他完全理解不了刘邦的恐惧。
在面对项羽派出来游说自己的武社时候，韩信的答复是：人家刘邦亲我信我，我背叛他会招致不祥，我哪怕是死，我也不会改变我的态度。那齐国人蒯通接续了武社关于三足鼎立的建议，就是希望韩信能够出兵来制止楚汉战争，让他们结束纷争，这样天下就能够恢复军事。可韩信的答复还是一个样，他说汉王待我太好了，让我坐他的车，穿他的衣，吃他的饭。我听说呢，坐人的车就要承载人家的忧患，穿人家的衣服就要怀着人家的忧愁，吃人家的饭就要为人家的事儿去死，我怎么能够见利忘义呢？那蒯通就直说了，你觉得刘邦对你好，你就能建立万世基业？那是不可能的。你用忠诚和信义与刘邦相交，也敌不过你们之间利益的分歧。你现在已经立下了无法封赏的大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功高震主到这个地步，你还想够善终吗？那韩信能够听进蒯通的劝谏吗？他当然听得进去，他的智商理解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他的犹豫一方面是义利之辩，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这么做是不义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刘邦行事风格的一种信任，也就是之前说的刘邦不吝惜爵义，爵位和土地得到之后就分给别人，他是相当大方的。所以呢，韩信认为自己功劳足够大足够多，刘邦根本不会夺走自己手里的齐国，因为这是他应得的。这个想法与其说是韩信对刘邦的信任，不如说是对他自己第一次向刘邦献策的时候，刘邦所确立的反项羽的大战略的信任。韩信认为自己的这个规划相当的精巧，刘邦应该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能够长期执行这个战略。可殊不知刘邦这个人他不是传统身份社会的君主，他的骨子里边也是一个士，和韩信一样。而且他和韩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是一个厌气儒学的士，他不喜欢孔孟之道。在顺境里边，刘邦这个人可以重然诺轻财力，你说什么我全都能干，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有钱我跟大家花，是吧？看起来有长者之风。可问题是，一旦进入到逆境，有句话叫无恒产者无恒心，他这个毛病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为了能够过眼前的这个坎儿，他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比如说他父亲当时曾经被项羽绑上刑场，他可以直接跟人家大喊说，来分我一杯羹。他儿子女儿耽误了他逃跑，他可以把他们推下车去减重。说的直白一点，这个士就非常像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它都是依附性和工具属性强烈的社会阶层，都是要用道义来约束，还有拔高士的德行，还有他们的责任感。可问题是，一旦面对生存和吃饭这种迫在眉睫的问题，那缺少经济基础的士，那往往就会失去这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意志，所以他一切都是为了不吃眼前亏。那刘邦为了争天下，当然是可以礼贤下士的，可以仗义疏财，也可以言听计用，这些都是手段。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拉人上船，针对不同的个人关系，可以给予不同的诱惑，从而建构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利益同盟。通俗的说就是让我们的人多多打，让对方的人少少打。那可等到这个项羽死了，刘邦的大敌已去，他开始主持去分蛋糕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可就不是跟大家分利了，他想的是什么？是刘氏家天下万万年。他一定会给自己和自己的家族留最大的一块，不管是异姓王韩信、英布、彭越，
还是西楚降将利己等人，他都不是刘邦能够信任的，所以呢，一定会把他们踢下去。这一群人就从小甜甜变成牛夫人了。为了抢夺蛋糕啊，刘邦先是通过袭封的手段，也就是置换封地，把韩信从齐国迁到楚国，韩王信呢从颍川郡的韩地迁到了太原郡的代国，直到用谋反的罪名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王位夺掉，甚至说把脑袋砍掉。刘邦的这套把戏，在刚刚平灭项羽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人没看穿。比如说坚守着绝不能见利忘义的韩信，他认为刘邦不可能去背弃自己和他之间的契约，所以呢，先被夺军，后被诱捕，他送到长安，就当起了淮阴侯。可经过这样的挫折之后，这韩信他不可能不反思自己的选择，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所以史书上说他日夜愿望，居长泱泱，修与将冠等列。韩信曾经问刘邦说：“勇悍人强，你哪一点比得上项羽？”那刘邦说：“我都不如。”那韩信接茬说：“我也觉得你不如啊。”这话如果你是他领导，你听着刺耳不刺耳啊？那韩信接着夸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是让有功者得赏，让利于天下人才。可问题是，到了韩信这个时节，刘邦的这点优点还存在吗？那当然是一扫而光了。所以当刘邦和韩信来谈论诸将能力的时候，他问韩信说自己能带多少兵？韩信说不过能带10万。那刘邦就反问了：“你呢？”韩信说：“我肯定是多多益善了。”那刘邦就笑着说：“那你怎么让我给抓了呀？”那韩信就回答了：“陛下你不能带兵，却能将将，所以我就给你抓了。而且你得天下是天命所授，不是人力所得。”这次对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刘邦和韩信的相处方式，我们可以从这个对话里边看出来，他还是朋友式的。在韩信贬低他之后，刘邦呢还能够笑悦，就是刘邦这时候是笑着说的，说明他不介意。他反倒是说，对于韩信输给自己的这个结果他很有成就感，就像是在说：“你这么大本事，不还是逃不出我的五指山吗？”那韩信呢，说的是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其实也很有深意。他点出了汉王朝这个时候最大的战略危机。在汉高帝7年的冬天，刘邦呢就遭遇了白登之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征匈奴，结果呢被匈奴冒毒单于包围在白登山。他呢最后只能是通过求和来脱困。这也就宣告着，自杀死项羽之后，刘邦平利己、擒韩信、灭臧荼，这一路顺遂之后，这个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一年开始，赵国和代国的旧地就成了汉王朝持续不断的耻辱的源泉。这块地盘上，由于匈奴的介入，一直是叛乱不断。刘邦派出了他能够信任的最强阵容。燕王卢绾是他的亲信，俩人是一天出生的。吕泽呢是他的七兄大舅子，樊哙是他的连襟，赵王张敖是他女婿，前代王刘喜是他二哥，后边的代王刘如意是他儿子，再后边代王刘恒，也就是汉文帝也是他儿子。你想想他等于是把自家人全都派到战场上了，结果呢自家人屡战屡败，大舅哥吕泽最后都战死在赵人的反叛之中。问题是其他的功臣列侯们都在干什么呢？张良和陈平都是有记载的跟随刘邦出征平城的。可问题是，劝谏刘邦这匈奴不可击的没有这俩人，只有一个人是齐国的庶族刘敬。那真的是张良和陈平这样的人物看不出来危险吗？那当然不是了。恰恰相反的是，
对于肆意背叛契约的刘邦，功臣列侯们虽然没有力量去跟他正面对抗，但是他们可以消极抵抗，不说话，不参与，不积极，你爱谁谁，以至于到了汉高帝6年封侯的这一群老牌功臣，除了极少数刘邦的真正亲信之外，在这之后几乎都没有功绩，就是没有再立新功。作为一群军人，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刘邦曾经拥有的对韩信的善将将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已经在他手里边完全葬送了。韩信呢，也由此即将发动他的拼死一搏。在赵代之地战火延烧几年之后，刘邦不得不任命曾经和韩信合作平定代地的陈豨来统帅赵代边兵。这个时间啊非常晚，是汉高帝10年8月。陈豨在临出长安之前就找上了韩信来辞行。那韩信呢，也不负众望的和他一起制定了造反的计划。两个人的对话也很有意思，反叛与否啊早就是共识了。他们在讨论的是什么？是反叛的方法和时机。而陈豨呢，本人在韩信的口中是什么呀？是陛下之信幸臣也，就是说一个深得刘邦信任的列侯，这个人配一国相业，统2国边兵，还一直想着要反叛刘邦。你可见当时的汉初功臣对于汉王朝是什么态度？是普遍离心。赵代2国相继沦陷，在最危急的时候，刘邦是及时到了邯郸，他下令征调天下兵马来秦王帮助他去平叛，结果呢，一个兵都没到。